第二课，当属灵权柄被滥用。教会本应是一个充满爱与恩典的地方，但为何有时候属灵权柄却成为压迫人的工具呢？想象一下，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志明刚加入教会，对信仰充满热情，他全心投入服事，敬重教会领袖，渴望成长。但不久之后，他发现每当他对某些教导产生疑问时，领袖便指责他不顺服，甚至用“你是在抵挡神”来压制他的思考。他被要求无条件服从，否则就是属灵生命有问题。久而久之，志明变得害怕表达意见，也不敢对圣经有独立思考，因为他担心这会被解释为悖逆。这是属灵权柄的使用，还是滥用？权柄应该带来自由，还是捆绑？这堂课让我们一起探讨。一、属灵权柄的正确与错误使用方式。一、属灵权柄的设立为了服侍而非控制。在圣经中，神赋予属灵领袖权柄，是为了带领群羊走向正确的道路。彼得前书5章2到3节，并不是为了控制、操控或剥夺人的自由。真正的属灵领袖应该像耶稣那样，以爱和谦卑来牧养，而不是将权柄变成一种压制他人的工具。二、当属灵权柄被滥用，控制与恐惧的文化。但在某些教会中，属灵权柄却被用来控制信徒，例如强迫服从，领袖要求无条件顺服，不允许任何质疑；操控罪疚感，以神不喜悦你来让人顺从自己的意见；威胁与惩罚，让人害怕不服从会导致属灵审判或神的惩罚。赎慧原本是一位热心服侍的基督徒，却因为质疑教会财务运用而被领袖公开点名批评，甚至被告知你这样会让自己陷入撒旦的试探。他最终选择离开教会，但内心充满恐惧，觉得自己背叛了神。这种心理操控让他对信仰产生深深的怀疑。二、教会领袖如何可能成为霸凌者？虽然大部分教会领袖是真心为神工作，但有些人却可能因为错误的观念、个人野心或权力欲望，渐渐变成属灵霸凌者。一、权力带来试探。当一个人拥有影响力时，很容易产生我是神所拣选的这种心理，进而对人发号施令，而不是带领人认识基督。这与法利赛人极为相似，他们以属灵权柄压迫百姓，却忘了爱与公义。马太福音23章4到7节。二、以属灵遮盖为名，行操控之实。有些领袖会说，你必须在我的遮盖下，否则你的属灵生命就有问题。这看似合理，实则是一种控制手段，让信徒不敢离开教会，害怕失去神的祝福。但耶稣清楚教导，我们唯一的中保是基督，
不是某个特定的人。提摩太前书2章5节。3. 用献身来捆绑信徒。有些教会要求信徒将大量时间、金钱奉献给教会，甚至暗示，如果不全力投入，你的信仰就是有问题。这种情境下，信徒往往因为害怕得罪神而不敢拒绝，最终陷入身心俱疲的状态。永强在教会里被告知，真正爱主的人应该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神，于是他投入大量服事，甚至牺牲健康与家庭。但当他想休息时，却被指责你的心远离了神，这让他陷入极大的内疚与挣扎。3. 假冒为善的危险。宗教律法主义对基督的恩典。1. 法利赛人的问题，外表敬虔，内心远离神。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极为严厉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充满死人的骨头。马太福音23章27到28节。这些宗教领袖看似热心敬虔，却利用律法来压制百姓，忽略了最重要的怜悯与公义。当一个教会开始过度强调宗教规条，却忽略了恩典与爱，它就容易变成律法主义的牢笼。2. 基督的恩典带来自由，而非捆绑。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马太福音11章30节。真正的信仰不是带来恐惧与捆绑，而是带来自由。基督徒的顺服应该是出于爱，而不是因为害怕被惩罚。柔安曾经在一个律法主义严重的教会，他被要求女性不可化妆，否则就是犯罪，只能读某些属灵书籍，否则就是偏离真道。这些规条让他感到压抑，直到他真正明白圣经中的恩典，才发现自己被宗教规条捆绑已久。结语：属灵权柄应该是祝福，而不是压迫。属灵权柄本来应该带来保护与带领，但当它被滥用，就会成为操控与伤害的工具。我们要警醒，不让自己陷入属灵霸凌的网罗，也要学会分辨真理，免得被错误的权柄捆绑。真正的属灵领袖是服侍，而不是控制。神给我们自由，不是让我们活在恐惧中。不要让人取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。愿我们都能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自由，不再被错误的权柄捆绑，而是靠着真理站立得稳。